我们正在满宇宙的苦心寻找外星人，但万一我们其实就是外星人呢？化石证据已经表明，地球上最原始的生命形式细菌和蓝藻，在大约35亿年前就已经出现了。那个时候的地球才刚刚从小行星和彗星的频繁撞击中缓过劲儿来，海洋也还正在逐渐形成。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进化已经开始起作用，把一锅没有生命的原始化学汤转换成了第一批真正活着的细胞吗？也许吧。科学家对此有两种假说：RNA 起源说和代谢起源说。不过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地球上面的生命可能并不是从地球上起源的，也许所有的一切都起源于银河系当中某一个遥远的世界。不知何故啊，这些生命开始了一场星际大迁徙，在挨过了漫长空虚的太空旅行之后呢，最终来到了早期的地球，从此便在这儿生根发芽，把这颗蓝色的星球当成了自己唯一的家园。这样的起源假说叫做生命外来说。不管从什么方面来讲呢，它都比前面两个假说更有魅力。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正是生命外来说。这个假说真的合理吗？它能否成立呢？要看有没有生命能够挺过以下3个致命的阶段：从原本的世界当中脱离，旅行到一个新的世界，进入到这个新世界的生物圈，也就是一段旅程的开始、过程和结束。科学家相信，行星撞击或许正是这段旅程的开启者。当一颗行星受到较大天体的撞击时，它表面的岩石就很有可能被撞飞到太空当中。在地球上，我们已经找到了数百块被证实是来自于火星和月球上面的陨石。同样，地球上也有很多的岩石呢，曾经被撞到了天上，比如导致恐龙灭绝的那次撞击，就让很多的岩石也随之消失到了太空当中。那有没有可能让住在这些岩石上面的微生物们一觉醒来，还能睁开眼睛看到脚底下这颗蓝色的弹珠呢？要知道啊，他们乘坐的这艘岩石飞船必须要达到每秒至少11.2公里的速度呢，才能够逃离地球的引力，进入宇宙空间。这个叫做逃逸速度，它所带来的是成千上万倍的重力加速度，以及与大气层之间的剧烈摩擦。关键，这样的过程呢，不只会经历一次啊，在撞到另一个全新的世界上面的时候，大概率还得要再来一次这样的折磨。真的有微生物能够在这样高温、高压、超极端的环境下活下来吗？还真有哦！科学家想出了一些最残忍的招数来测试这些可怜的微生物们，包括用每秒速度高达6500米的炮弹朝它们射击，把它们装在超高速的离心机里面绕圈圈，将它们摁在钢板下使劲压。这些都还不过瘾，那就模拟一下真实的情况，将住着微生物的岩石从太空中直接扔下来。结果呢，尽管阵亡率相当可观，但还是有一些微生物顽强地活了下来。这就让生命外来说的2个阶段，启程和结束都能够成立。现在只剩下旅行的过程需要解决了，这才是最艰难的部分啊！为什么呢？因为宇宙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高能射线，它们对生命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连在某种程度上最能够抵御辐射的内生孢子都表示自己可能活不过这趟旅行，别的生物更是纷纷摇头。就在大家都认为快要凉了的时候呢，一个身影站了起来，表示我来试试。它叫做内生岩，人如其名啊。这类微生物呢，就是居住在岩石之内的。由于外面包裹着极其坚实的岩层，所以不管是紫外线还是 X 射线或者是伽马射线都伤不了它。更厉害的是，这些内生岩生物拥有超低的新陈代谢率，繁殖间隔更是惊人的长，有的甚至是几百万年才会把自己复制一次，像是活在另一个时间维度里面一样。有一些我们从海底挖出来的内生岩生物似乎已经几亿岁了，你说星际穿越这事儿不交给他还能交给谁呢？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许多的生命形式完全是可以活着离开和进入2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的，而有的生命更是可以毫无畏惧地进行一趟长达数百万年的星际旅行。那么生命外来说的确是可能成立的咯，当然可以这样认为啊，更不要说它还有一个更加有趣的升级版本，叫做直接生命外来说。这里的直接意味着有意而为之，谁有意而为之呢？当然是外星人啦，他们故意将生命的种子散播到整个银河系当中，然后看看哪片土壤更加的肥沃。的确啊，好像对于一个更加先进的文明来说，这也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我们姑且把外星人先放一边吧，即使是接受起我们都是一些外来的生命，就已经让人觉得非常刺激了。你觉得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